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这一根线是安克的 Prime 系列的一个产品，这也是我们测试安克 Prime 系列第一款产品。这个数据线可不像我们上次测试的酷泰科的那根 CC 线那么便宜啊！这个线我到手都是120多块钱，官方零售价好像就是129。这根线可以说在 C2C 的240瓦线里面非常贵的一根线了啊！我们这一期视频就是测试和拆解它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，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谢谢大家。这根线到底值不值129块？我们测试了、拆解了就知道了。我们话不多说，先开箱。安克的 Prime 系列的产品，包装盒的话确实是非常精致。安克的标识可以支持苹果、三星等更多的设备。然后这是240瓦的标识，这是充电器的图片，背面就是充电场景图片和这边的规格信息、条码信息。我们直接把包装打开吧。安克的产品盒子里面中文没几个，基本上都是英文的标识啊。打开包装盒，这就是数据线本体，这里有一个保修卡，一个什么新品免费试的一个什么东西。大家看一下，我拆的这根线的型号是 A8812，这是 Primer 系列的一根1.8米长的240瓦的线。这个线材也是编织网的设计，线材拿在手上，手感的话确实是比一般的编织线要好很多。这是一个橡皮筋，这一个扣子上面有一个 logo， 这里有安克的标识。大家不用的时候可以这样把这个线直接收纳起来，也是非常方便的一个设计。线材上面还有一个240瓦的一个标签，线材的编织网为黑色和银色的两种材料进行编织而成，整体的质感的话确实是很不错。线材的护套是金属加烤漆的工艺，安克的标识和 Primer 的标识，这一面的话就是一个240瓦的标识，黑色塑料部分为防折断的延长设计。数据线连包装盒一起的重量149.3克，单数据线的重量71.9克，也就是72克吧。数据线的直径是4.17毫米，数据线护套的长度33.8毫米，宽度为12毫米，厚度为6.5毫米，整个数据线的长度1.8米多了大概55毫米。再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线材的一个柔软度。外观部分看完了，我们就进入测试环节。首先测试的话，我们就是读取一下它内部 eMarker 芯片的信息，这就是这个数据线内部 eMarker 信息。被动型数据线方案是采用的安克的方案，供电能力50伏5安，240瓦 EPR。速率的规格的话，也是一根 USB 2.0 的。这下面是版本信息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图。然后我们就是用开尔文线组法来测试一下这一根1.8米长的数据线的线组。大家看我测试线组的时候，一定要知道我测的这一根线的长度是多长的。这根是1.8米的，上次那个酷泰哥磁吸线是1.5米的。这个数据线的线组为138毫欧左右，1.8米长，138毫欧，这个成绩非常不错了啊。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这一根线材它的压降值的情况。测试4个档位，5伏、9伏、15和20伏。现在是5伏1安的压降值 0.14伏，5伏3安的压降值是 0.42， 9伏1安的压降值也是 0.14伏，非常稳定。9伏3安的压降值 0.42伏，15伏1安的压降值它是 0.14伏，15伏3安的压降值 0.42伏，20伏1安的压降值 0.14伏，20伏3安的压降值也是 0.42伏。这是100瓦的功率输出的情况，这边100瓦，这边的话就是96.9、97瓦，丢失功率约3瓦，这个成绩非常不错啊。28伏5安140瓦功率输出的情况，这边140瓦，这边137瓦，它丢失功率也是3瓦左右。这个是安克的1.8米长的线，这根线它仅支持 USB 2.0 的传输速度，用专业软件读取出来，它的实际读取速度可以达到44兆每秒，写入速度的话39兆每秒。用这一个硬盘盒传输我制作好的一个视频文件 15.2 GB， 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在7分钟之内传完，然后实际的写入速度可以达到37兆每秒，这个是符合 USB 2.0 的一个传输标准。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这一根数据线它的充电兼容性。首先来测试它的 PD 兼容性的情况。苹果充电器的 PD 140瓦顺利的启动，真实功率127瓦；奥海旗舰版140瓦顺利启动，真实功率125瓦；酷泰科15号140瓦顺利启动，真实功率126瓦；绿联140瓦顺利启动，真实功率126瓦；酷泰科10号 PD 100瓦顺利启动，真实功率88瓦；绿联65瓦顺利启动，真实功率58瓦。
手机的兼容性测试，酷泰克15号充这一个120瓦的小米手机，只能启动100瓦 Max， 测试了很多次，都是100瓦，最高功率跑到87瓦左右。这个是绿厂 OPPO 的手机，这个手机是120瓦的充电规格，我们用 OPPO 的100瓦一个融合快充来进行充电，只能启动 OPPO 的 Work 闪充标识，这是一个普通的闪充标识，功率的话也就是个23瓦。这一部手机是荣耀100，充电器是华为的88瓦融合快充。我们来看一下对华为的私有协议支持的怎么样，可以启动 Max 88瓦的快充，功率一直在攀升中，真实功率跑到71瓦左右。这个是华为和荣耀的私有协议。我们再用这个手机来测试它的 PPS 兼容性，充电器用酷泰克的15号，可以启动 Max 60瓦标识，真实功率跑到52瓦左右，这个兼容性是非常不错的了啊。这是蓝厂的 iQOO Z9， 我们用这个手机来测试融合快充，充电器我们用安克的140瓦新款的速显充电器，这个 C3 口有33瓦的融合快充，可以启动 vivo 的闪充标识，融合快充的起始功率就是23瓦、24瓦左右，这个证明是启动快充的。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这一根线材它的抗拉力的情况。这个线材官方广告宣传的是可以抗100公斤的拉力，我们马上测试一下，看看究竟是不是这样的。上一期视频这个酷泰克这个磁吸线我们测试的方式错了，上一期我们是双股线来进行做的拉力测试，这样的话这个拉力很大的。我们这一期就要把这个打结的方式给它改一下，我们测试单股线芯这个拉力的情况，这种打结的方式才是正确的一个打结的方式。我们测试单股拉力，这根酷泰克的磁吸 CC 线单股线的拉力最高只能承受77公斤，在77公斤的时候瞬间就降到63公斤，这个时候线已经断了。这一根安克240瓦100多块钱的编织线抗拉力究竟如何？马上开始测试。从测试过程可以看到，这根线在91公斤，我们维持91公斤的时候，突然一下掉到80多公斤，这个时候线已经断了。这根线最高的承受公斤数是91公斤。我们再进行第二次测试，一样的，在大约91到93公斤的时候，它的公斤数直接下降到80多公斤，这个时候已经断了。2次测试下来，就证明这一根线并没有广告宣传的那么厉害啊。这个线材的各种测试都已经过了，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线拆开，给大家看一下内部的线芯的情况，还有它内部 eMark 芯片的情况。安克的这一根数据线的做工的话，确实是做的无可挑剔啊。这上面是铝合金加烤漆的工艺，做的最精致的数据线的这个保护套。我们直接用切割机把这个保护套给它切开，切的差不多了，我们直接用撬棒把它撬开。这个铝合金的护套非常的厚实，这个胶包的非常的扎实啊。这一个是防止编织网下滑的一个金属扣，内部屏蔽层这上面有一层铜箔包裹，这就是线材内部的保护钢套。外部包裹的胶，一种黑色的硬胶，一种是黑色的软胶，2种胶来包裹住这一个钢套。这就是保护数据线内部 eMark 芯片的钢套，取掉钢套以后，内部还灌有白胶。剪掉外面的白胶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内部的线芯。大家仔细看一下，这根线正极线竟然用到了3根。这样看的话，大家是不是看得更加直观一点？这一边的话是没有焊接线材的，线材全部在另一面，这一面是2颗 eMark 芯片。这根安克 Primer 240瓦充电线用的是2颗 eMark 芯片。这样的话，内部可以少用1根线缆，而且2颗芯片在高负载、顺态响应的情况下，线缆的 PD 通讯信息更加的准确。2颗 eMark 芯片的私印型号都是3321，来自成立于2015年一家专注于智慧能源控制技术的公司——深圳汇能泰半导体。这是一颗用于电缆识别应用的 USB-C 电子标签芯片，它符合 USB Type-C V2.2 规范，也符合 USB PD 3.1 和 USB 4规范。芯片工作在 SOP 模式，内置 OTP 可以通过 CC 线进行编程，自带的增强型 ESD 保护系统可以大大改善产品的可靠性。把这个线材切开，给大家看一下横截面，这就是切开的这一根线材的横截面。线材外部的编织网非常的柔软，外部的一个橡胶的外皮，内部的编织网都在上面印出来印子，很薄，很有弹性。
这是外部屏蔽层的铜丝，非常的纤细的那种镀锡铜丝。这是第一层镀锡铜丝做成的屏蔽网，第二层的镀锡铜丝做成屏蔽网。这是第三层屏蔽铜丝，这是第四层镀锡铜丝，这是第5层，一共用了5层镀锡铜丝作为屏蔽网。最下面这一层屏蔽铜丝，它为双绞线，这是一种双绞线铜丝，这个拉力非常强的。单根线的镀锡线和双绞线的镀基线，这材料是不一样的，非常夸张的用了5层铜丝来包裹。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些屏蔽铜丝的细节。内部的抗拉纤维绳子一共有12根，这一根粗的放在线材的中间，旁边的话就是11根这一种规格的。没有这么多抗拉纤维绳子的话，这个线材不可能抗拉力能达到90多公斤。这是这根线材的正极线，一共3根，全部采用的镀锡线铜丝，非常的亮，内部没有抗拉纤维，因为这个线外部有这么多抗拉纤维绳子了，这个的线材内部没有配置抗拉纤维。这是这根数据线的负极线，负极线为2种材料，一种是紫铜铜丝，一种是镀锡线的铜丝。紫铜铜丝包裹在镀锡线的铜丝外面，为的就是增强电流传输能力。这3根线材，白色、绿色为低加低碱线材，蓝色的为 CC 线，内部都是镀锡线的铜丝，没有抗拉纤维。各位老铁，这根线的配置怎么样？你们觉得这根线配置豪不豪华？你们说了算。这一根安克 Primer 240瓦编织充电线经过测试和拆解，这根线材的做工确实是无可挑剔。整根线材 1.8 米长度，线身细节做得很好，铝合金护套烤漆的工艺，线身柔软，手感舒适。至于广告宣传的100公斤的拉力，我们测试出来只有91公斤左右，这点宣传有一点点浮夸，但是这根线材可以承受91公斤左右的拉力，也是非常强悍的，非常厉害的。线材内部用到2颗 eMark 芯片，这也是被动线材里面很少见的配置。总的来说，这根线还是很不错的，适合那些对产品品质要求很高的用户选择。毕竟这个129块钱的价格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。喜欢我视频的老铁们，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吧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。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这黑色的不是橡胶，而是硅胶，只有硅胶烧出来才是这种白颜色的粉末，难怪这个弹性这么好。